买房子代销常常会跟你讲的啊，我们的医生住这里啊，我们台积电的工程师住这边，万能的赚钱公式，生意仔男生。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真的有很多的甲方很喜欢听对方叫自己爸爸。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关于财富这个话题呢，如果展开聊，我相信可以聊非常非常长的一个系列。今天这一集呢，我希望和大家来聊一聊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去掌握的5个超级财富思维。今天这期影片呢，可能会非常的长，所以呢，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啊、笔记本啊，或者拿出你的电脑啊，边看边记录。或者如果刚好你手边在忙的话，我也非常建议你可以把这一集当成 podcast 来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5个财富思维，第一个财富思维呢，就是钱是中性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一些大家对于钱或者有钱人的描述，通常是长什么样的？为富不仁，无奸不商，掉进钱眼里。你这个人满身铜臭。大家听到这一类跟钱有关的描述，通常好像没有那么的正面。我们在主观意识上不知不觉的，好像是把钱放在一个比较对立、比较负面的一面。但是其实大家想一想，每天走在路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车祸，车子有错吗？车子把一个人撞伤了，或者出了一些死亡的事故，车有错吗？车没有错啊，它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它载着你去上班，载着你去上学。或者比如说有些人他很坏，拿着刀把别人砍伤了，刺死了，刀有错吗？刀没有错啊，它是一个工具，你可以拿来切菜，厨师可以因为它获得非常大的成功。所以其实钱也是一样的，钱本身是中性的。在我们的社交的过程中，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主观意识上不喜欢某一个人，看那个人就很不爽，你一定不会和他成为朋友的。你就已经看他不爽了，怎么可能和他成为朋友呢？对不对？所以其实和钱也是一样，如果你希望和钱做朋友，如果你希望钱自己就跑到你的口袋里，你都已经把钱放在对立面了，你把它放在一个负面的位置，他怎么会跟你做朋友呢？所以至少我们把钱放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上，它是中性的。在我认识的这一群富人里面，他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思维，他们认为金钱是正义的。注意哦，我们刚刚讲金钱是中立的，可是在富人思维里面，他们认为金钱是正义的，因为金钱的流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一部分人赚钱，同时是提供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工作岗位。而另外一种状态是会被人家唾弃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透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不一定是不正义的，不一定是不合法，囤积了财富之后，他是个守财奴，一毛不拔，完全不花，完全不再回补社会，不再把钱投入到生产里面。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对于起家错这个概念。起家错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概念，我不确定这个概念是只有在台湾还是在非常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概念。大家通常说第一间房子我买了之后我不能卖掉，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几间房子。现在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已经因为房价的提升可能越来越少了，可是你可以看到在某一辈人，他不仅有起家错，他还有几十间起家错。其实我们虽然买了3次房子，我们前2个房子已经卖掉了，我还蛮愿意把已经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卖掉，而不是说囤积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去把房价压高，然后租给别人。我和陈老师就没有特别喜欢这样子累积财富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大量的房子囤积在一部分的人手里，然后不停的为这些人去累积财富，这件事情才是真的非常不正义的一件事情。而且你并没有想要参与反哺社会的这个部分，你没有想要为整一个社会再重新去做出一些贡献。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件非常值得唾弃的事情，是一个应该被课很重税的事情。那聊到金钱是中立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钱既然它不是一个肮脏的东西，我们在谈钱的时候就不需要有羞耻感。大家在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常常听到一些话，我这一段没有赚钱啊，我做这个没有赚钱啊，有没有常常听到这句话，自己也不小心说出过这样的话，对不对？事实上这句话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句话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觉得赚钱好像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既然金钱是中立的，我赚钱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做了这份工作，我们付出了应该有的智慧，我们付出应该有的劳动力，我就应该要得到钱呢。请各位甲方们注意，在合作的过程中，你要把钱支付给乙方，那是工作流程中的一部分。对于乙方来讲也是，你收钱是你工作流程中的一部分。你的工作流程并不是在你工作结束那一刻就结束了，是要收到钱你的工作才结束。这个工作结束了，为什么迟迟我没有收到钱？我要去催款了。不要有羞耻感，那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就应该正正当当、光明正大把这事情提出来。如果这份工作是需要签合约的，你就要在签合约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签进去。那如果你是领薪水的人，那就更加了。做完这个月的工作，你没有拿到薪水，你就应该赶紧去催你的薪水了，而不要不好意思，觉得说，哎，这显得我好像谈钱很伤感情。甲方也要有一个概念，不要以为自己付出了这一笔支出就可以奴役别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你给那个钱没
有要买人家的自由，给人家那个钱就是买这一份劳动，就是买这一份工作的成果。真的有很多的甲方很喜欢听对方叫自己爸爸，是没有小孩还是怎样？为什么喜欢听对方叫爸爸？真的很奇怪。而且真的有很多乙方很喜欢叫对方爸爸。你们是缺少父爱吗？到底是怎样？我们在做的是一个正当的工作，用自己的能力去换取这一份金钱的 income，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我们不需要叫爸爸，那钱也会到你的账户里，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谈钱不要有羞耻感。第二个财富思维呢，我们要来讲一讲如何赚钱。第一个重点呢，就是钱是结果。作为一个善良的人，你作为一个正向的人，正向的人拥有财富，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大家想一想，我们不论透过什么样的渠道在赚钱，不论你是上班族也好，或者你是做生意的，上班族赚钱，你的长官把一份工作交托给你，然后你很认真努力的去把这一份工作完成了，到了月中的时候你拿到了薪水，这份薪水它是什么？你看起来是你的劳务所得，但其实不是哦，这份薪水是你认真工作，你付诸心血在这个工作上，你在实践你的努力，你在实践你的认知，最后这份认知变成了一个很完美的成果，这份成果给你换来了钱，它是一个对你的肯定，这个钱是回报长官对你的信任，回报这份工作对你交托的那个信任，不美好吗？它是很美好的。所以其实在我的工作过程中，在我这么多年的创业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和我的合作伙伴说一句话：赚钱它不是目的，它是结果。你在攀登的过程中，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如果你攀登的目标是赚钱，我相信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到底什么是赚钱。其实我们通常在说的那一件事情都是一份工作，一个事情，一个成果。你做了一首歌，你完成了一个很难谈的 case， 把一个很难写的程式写完了，解决了一个别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说我的目标是赚钱，那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因为他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目标都是一件完整的事情，好好的完成这件事情之后，钱随之而来了，它是一个伴随的结果。所以钱它是目标吗？它根本就不是目标啊。社会上有很多人，你可能觉得不耻，就觉得说这些人他其实根本就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可是他却累积了非常多的财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如果你的钱是并没有通过一个正确的渠道、正确的手段跑到了某一个人的口袋里，他迟早会为这一笔钱付出代价。这个世界大部分的还是公正的，还是光明的，而且只要这样想的人越多，那些站在黑暗里的人他就越没有办法躲藏，越没有地方躲藏。所以请大家相信公正，不要去游走那些灰色地带，记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是结果。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努力付诸在我们正确的道路上，你就会得到你应该去得到的那一笔钱。第二点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的赚钱公式。大家耳朵是不是就竖起来了？是不是打开了？刚刚前面都在那里讲什么道德这么高尚的事情，把你擅长的东西卖给那些需要你擅长能力的这一群人，这就是万能的赚钱公式。说到这个话题，大家想一想，到底什么样是擅长的东西？可能就会想到一些专家吧，工程师、医生这样。买房子代销常常会跟你讲的啊，我们的医生住这里，台积电的工程师住这边，这些人都是我们广义上觉得靠擅长的事情在赚钱的这一群人吧。那很多观众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没有那么擅长的事情要怎么办？我不是专家，我要怎么办？我根本就没有这些技能啊！如果我有这些技能，我也去台积电当工程师啊，对不对？其实擅长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或许你可能没有发现而已。当然，刨掉我们刚刚说那些非常专业的专家，技能非常高超的专家，比如说陈老师也是有技能的人，靠音乐赚了一些钱。可是有一些并没有那么专业的音乐爱好者，他也可以赚钱啊，把一些翻唱啊、cover 啊、创作的一些小作品，他就分享在网络上。甚至我还有看到有一些蛮有趣，他分享一些歌手的故事啊，对，也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好。你说这个难道不是擅长吗？他也没有变成专家啊。那些 cover 的，他的技能可能是唱歌，或许没有唱到像歌手这么专业，让歌手去赚那一笔大的钱。作为 cover 的歌手，就是赚这样一笔钱。可能没有办法与之匹敌，他依然靠这样的技能换到了钱。所以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达到专家的级别，一样也可以赚到钱。你只需要比普通人再专业20%就够了。当然这个20%啊，我只是一个比喻，不一定是20%，比普通人再专业一点点，做得更好一些就可以了。像刚刚陈老师分享的那个例子，有一些频道他可能仅仅是在分享歌手或者艺人幕后的一些小故事，这样的频道依然会被很多人看，然后获得非常大的流量，赚到了钱。这样的频道他擅长的事情是什么？他就擅长收纳资讯，把这件事情用很有趣的话说出来，这就是他擅长的事情。所以大家把思路打开，擅长的事情并不是一定是那一些很专业、很专精的、很高超的技能。我记得你之前有关注过一个妈妈，学历没有很高，
但是他给的资讯真的都很棒，就是那个留学妈妈。我其实关注了很多这样子的妈妈，有在马来西亚的，有在泰国的，有在澳洲的，有在香港的，有在英国的，各个地方都有。这些妈妈呢，她们都是在国内辞职了，在台湾可能辞职了，然后陪着小孩去到海外去念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申请那些学校，就累积了一些经验。累积这些经验之后呢，把这些经验打包给在台湾的家长，或者说华语的家长，不论是帮他们申请一些夏令营的学校，还是说申请长期的出国的一些规划，那做得大一点，他可能就变成中介。有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做成自媒体，这样的账号一样运营得很好。所以其实不论你擅长的那件事情究竟是什么，都有可能因此获得一些财富。但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很多都是 focus 在一些自媒体这件事情上。刨掉自媒体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你去获得财富。是不是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想，我其实也很喜欢跳舞，看我明天能不能开始去跳一些 K-pop 的 cover， 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但它未必可以帮忙你找到擅长的事情，因为你喜欢的事情不一定是你擅长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在前面几集也和大家有分享过。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就很常遇到说啊，他很喜欢唱歌，很喜欢跳舞，但其实一开口真的是远远不及到可以成为歌手的要素了。所以大家到底要怎么样去找擅长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我们刚刚分享的很多的案例里面，或许如果有心在听的观众已经 get 到1、2了。我们擅长的事情很大程度是和我们过去的经历有关系，我们过去的很多的经历导致了我们最后擅长的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带孩子出国留学的妈妈，你说她很喜欢留学吗？应该不是一个爱好吧，应该没有人很喜欢陪小孩念书吧。可是她因为这样子的经历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他这样的经验让他可以在申请学校这件事情上非常的擅长到他可以帮别人提供资讯、提供咨询，对不对？所以大家会发现说，你过去的经历可以带给你擅长的可能。我自己也是，我在从华纳工作开始，一直到我现在，我的工作都是和售卖有关系。就像我在华纳工作的时候，我的工作是帮艺人去接洽一些商务的合作和品牌之间的合作。再后来，我和陈老师出来创业的过程中，就是把陈老师做的音乐作品，他的音乐的这个技能卖给需要他音乐技能的这一些片方或者歌手。像现在我有了频道的这样一个小事业，频道靠什么赚钱？一样也是靠厂商的合作，一样是需要在和厂商接洽的谈判的过程中促成这个合作，最后我赚到了钱。所以大家通关一下我整一个职业的生涯，总的来说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同一个事情，卖东西。卖东西。那这卖东西这事情是怎么来的呢？台湾人有一句谚语叫什么？争议仔男生。我以为你要说台语，你这是说国语。说国语我自己说不就好了？你就自己说就好了。生意仔男生啊，大家如果知道那个标准台语的发音翻译，欢迎在留言告诉我们。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卖东西的人，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我们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有问过，小朋友们，你们长大之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有人想要成为警察，有人想要成为科学家，有人还想要去成为太空人。可是在这群小孩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说老师，我想要在我们幼儿园门口卖茶叶蛋。我为什么想要卖茶叶蛋？因为我本人很爱吃茶叶蛋。然后那时候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做这件事情，我又可以每天吃无限量的茶叶蛋，而且我还可以因为坐在那个茶叶蛋摊的边上，我可以赚钱，又可以赚钱，又可以满足自己，不好吗？很开心吧？我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呢。和我幼儿园的时候并无二致啊。等到我大学的时候呢，如果有常关注我频道的观众可能就知道，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念主播的专业。我念大学是快20年前，现在女孩子上镜都喜欢带那个放大片嘛，在那个年代放大片非常难买，没有那么多选择，根本没有什么日抛啊什么。我自己买那个放大片的那个瓶子背后，我就看到了一家厂商的名字，我就看我们班有这么多的女生，我想说大家如果都买放大片，每个人如果跟我买，我那一瓶只要赚200块台币，我就可以赚很多钱呢。我就直接打了那个瓶子后面那个电话，是个供应厂商，还真让我联络上了。我真的是一瓶是赚200块钱台币，整个班都跟我买。后来大家还帮我宣传，整一个系有这个需求全部都跟我买。这一笔钱以当时来讲，它不算是一个小数目，反正比我零花钱要多多了。好厉害啊！而且我在那个过程中我是非常快乐的，我会不停的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花色新上的比之前那个更好看，那个琥珀色会让你眼睛上镜的时候更加 bling bling， 整个会说话的那种感觉。我没有想要从别人口袋里挖钱，我觉得这个东西比他手里买的那个东西会更好，而且可能你不用花更多的钱，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东西，我就很愿意分享给大家。就这样的过程中，我就获得了钱。很多人在分享自己赚钱的过程的时候，都会想要夸大那个很痛苦的那一面，很辛苦的那一面。
我认真讲，我赚钱过程中是没有很痛苦，我觉得很快乐。包含我在和艺人合作的过程中，非常非常多的艺人给我留下了很多很深刻的印象。我在帮他们做工作的过程中非常的快乐。我和陈老师创业的过程中，我肩上的责任不一样，那是我自己的公司，我其实会有一些痛苦的面向。可是我在售卖这件事情上，当我展开我的报表，看到那一行一行漂亮的数字，看到那一行行赚钱的数字，我是很开心的。我觉得我是因此获得了非常大的快乐和正向的能量。我觉得这就是赚钱的要义所在。包含我现在在节目里面，大家会时不时的看到我和大家分享一些产品，我常常可以看到观众下面留言说：“哎呀，怎么连业配都拍得这么有趣啊？有没有可能那本来就不是一条业配呢？”真的很多产品是我自己用完之后，我觉得很有趣，我就自己去联络厂商，我自己去写邮件。我常常主动给厂商写邮件，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用，我就会去联络，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折扣？你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频道，让更多人的知道。包含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说：“谢谢安娜可以帮我们争取这些福利，业配完了还要给我们去争取福利。”听到这样的话，我也有开心，但我也有一个想要澄清的部分，也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啦。KOL 在做这些广告的时候是有钱赚的啊，我在做这件事情就跟我小的时候幻想我要卖茶叶蛋是一样的，我自己在吃茶叶蛋啦，大家不要担心，我在分享这些时候我是可以赚到钱的，只是说与此同时你也吃到了美味的茶叶蛋，就是这样子而已。要抓回来一下，可能大家听我的故事已经忘记我们这一趴在讲的是什么，这一趴就是讲从我们过去的经历里去找那件你擅长的事情，你一定可以找到的，每个人都有。好，再来聊一聊如何赚钱里面的第3个要点，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财富品格，就是不要看不起任何1块钱。这句话如果有看过《贫穷贵公子》的观众，可能听起来会有一点点耳熟。我不认为频道的观众会看过《贫穷贵公子》，很好看，可以去看，是仔仔演的那个，大概千禧年2001年2001年24年前的一个偶像剧，可是真的很好看，大家可以去看。以防观众没有看过，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剧情。这个贫穷贵公子呢，他是在一个私立学校里面，一个贵族学校里面上学，可是他家里其实很穷，就是因为他们很会考试，因为成绩很好就去这个私立学校上学。各位贵公子们就是常常一些硬币就掉在地上，就散落各处。仔仔演的这个贫穷贵公子呢，就会去把那些硬币收集起来。就某一天，有一个同学还是老师，我忘掉了，反正经过他旁边的时候说：“你怎么在那边捡了1块钱啊？”然后这时候仔仔就说出一句金句：“如果今天你看不起1块钱，明天就会为1块钱而哭泣。”这句话深深的印在了当时只有小学生的我的脑中。我是小学生吗？你这么小吗？你已经14岁了呢。你是吗？1987年呢，14岁了。14岁上小学，国中生啊。哦，国中生。好，这句话深深印在国中生的我的脑中，并不是已经 get 到了金钱逻辑，而是我很害怕某一天我为那1块钱哭泣。所以小小的我就因为这个害怕，就开始重视每1块钱。其实到后来我们开始赚钱，我也是这样，我不会因为这个工作它可能会为我带来的收益很少，我就看不起这个工作，我还是会愿意去赚。如果我衡量一下这个工作我是愿意做的，我是不会看不起它，钱很少。就像我跟陈老师刚刚开始出来创业的时候，真的很多工作非常的小，小到大概那个钱一份工作只有2000多块钱台币，2、3千块。对，我们也会衡量一下，觉得说 OK 我要，为什么我要？因为我衡量一下，在当时的我们来讲 ，credit 这件事情，经历、经验、简历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已经没有赚到钱了，我已经没有这么多赚钱的机会了。这个机会如果可以给我赚来名吧，如果可以给我赚来 credit 的话，我也会愿意。一直以来我都会这样去评判一件事情，我已经花了我大量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了，如果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赚到很多钱的话，我至少要获得一些其他的东西，可能是我的名声，可能是我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一些经历，总要有一个的。不会嫌弃任何1块钱的这个思维，也带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包含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那种里民活动，就那种非常乡村、非常 local， 就是那种社区门打开，刚好有个主持人在下面说：“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现场。今天的现场是由某某建商为大家带来的，大家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可以得到3根牙膏。”这种虽然我学主播专业，可是我大学的时候没有少干这样的事情。很多同学很想要上来就去主持那种非常高大上的那种晚会，这种很大型的那种秀活动。可是事实上你是谁啊？为什么突然就要找你？明明就有很多就已经在线上的主持人可以选择。你作为一个新人，你作为一个学生，根本就不可能，除非你含着金汤匙出生。可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快就接触到这么核心的资源。你要如何去获得一些机会？你要如何去获得一些意外的机会？你可能就是什么机会你都不要放弃。就像我跟陈老师的创业其实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会去赚那个2-3千块钱？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我们没有什么很雄厚的行业背景，我们也不是被什么某哥某姐带入这个行业，那些某哥某姐半个都不认识。
识，真的不认识，就是靠自己打拼。我们要如何去接触到这些机会 ？pass 过来的工作，我们衡量一下可以，我们就做。我刚本来想说也不想认识，确实不是很想认识这些某哥某姐。我觉得好，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不好啊。但 anyway，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更年轻、更开放、更公正的时代，我们可以用更多、更好的方式让自己来崭露头角。这也是给现在的年轻人打打气，相信自己一定有办法的。请大家记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你的每一份小小的付出都不会让未来的你后悔。做自媒体这么累的，那个相机这么难学，还要学这么多参数，不会用，最后放在那边就在那里积灰。多少人被我说中？这个如果没有说中，我觉得另外一个例子应该说中超多人。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啊，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